我可能誤解了科舉幾十年。今天我又来到了嘉定的孔廟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 Edward， 我会用简单的中文带你们看遍上海。今天我要去科舉展馆。我們從小就知道科舉，單純的覺得科舉考試就是考狀元，誰考中了狀元，誰就是最厲害的人。可是後來我們上學了以後，卻發現課本和老師說的不一樣。直到最近幾年，我才突然發現我可能誤解了科舉幾十年。今天正好進去看一看，聊聊科舉的故事。幾百年前，嘉定孔廟建完很長一段時間，嘉定的讀書人考試都不是很好。有人建議說，這邊的風水不是很好，所以呢，人們就在孔廟的對面那個地方堆起了一個小山。從此以後，嘉定真的出了很多的人才，甚至考出了狀元。孔廟的大門叫臨星門，寓意着鯉魚跳龍門，表示古代的考生考上了進士，考上了狀元，是一個好彩頭。從小，我們的父母還有親戚朋友都會教育我們說，要好好讀書，長大以後考上狀元。所以小時候我們對科舉的理解很簡單，也很單純。科舉考試就是考狀元。這就是科舉的最後一場考試，叫殿試，是皇帝親自看的。第一名叫狀元，第二名叫榜眼，第三名叫探花，其他的都是進士。這裡列出了明代和清代的所有狀元。上海嘉定的狀元，那邊還有一個。上海嘉定有2個狀元。安徽太湖，我老家也有2個狀元。但是當我上學以後，我卻發現，不管是課本還是老師，都說科舉制度是一個落後的東西，落後的制度。在我上學期間，印象裡有2個非常出名的科舉人物，一個是窮秀才孔乙己，另外一個是考中了舉人以後發瘋的范進。所以在我學生時代，我一直覺得科舉就是一個壞東西，它讓讀書人只會讀死書，不會動腦子，不會思考。這個是古代考生作弊的東西，作假。寫滿了文字的衣服，還有帶進考場的筆記本。所以科舉到了後期，考生已經不會用腦子了，他們只會死記硬背。但是我想，任何一種制度運行了幾百年，都會變得越來越死板吧？你們覺得呢？先考秀才，也就是生源，
然後是舉人，最後才考進士。这個是上海的考生考秀才時候的試卷，這個字寫得多好看。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從6歲開始讀書。這個牌子上寫了，古代的秀才平均年齡24歲，舉人31歲，進士35歲。所以說，他們平均都要花費20-30年才能考取功名，是不是非常的辛苦？有很多人考了一輩子都沒有考上秀才、舉人或者進士。所以我現在覺得，不管是孔乙己還是范進，一點都不好笑。考舉人、考進士，都是每3年考一次，每次考試分3場，每場考3天，一共9天，比現在的高考難多了。在9天的考試時間裡面，古代的考生們都是吃住考試，在這種好舍裡面，這種小房間裡面，你看，這就是一個古代的考生在睡覺呢。這個是古代考生的考場，也叫貢院，超級大。這個都是一排一排的好舍。古代沒有學校嘛，所有的讀書人都是在家裡面學習，到了考試的時間才去貢院裡面參加考試。其實，科舉制度給了古代的讀書人，給了古代的平民老百姓，我們普通人一個機會，一個學習、做官的機會。否則，永遠只有大家族、有錢人才能夠做官。它跟如今的高考其實也是一樣的，高考也是給了我們普通人一個機會，一個受教育、上大學、找到一個好工作、去到大城市的一個機會。時代變了，內容變了，但是邏輯沒有變。所以我現在在想，其實我們要聊的不是科舉好不好的問題，落後不落後的問題。我們所有人在任何時代都在尋找一個公平的機會，可以努力奮鬥的機會。你們認同嗎？我們去給孔子鞠個躬吧。孔子讓所有人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，科舉也讓我們所有人、普通人有了公平競爭的機會。我們今天就逛到這裡吧，希望你們喜歡這期節目，也非常感謝你們陪伴我看到最後，謝謝你們，讓我們一起開心的學習中文普通話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